我们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结婚10年了，以前家里的生活平淡，但是很快乐。可是近几年家里发生了很多意外，他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养家，当然希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近2年遇到一些事情很不顺利，我真的也很无奈。他现在每天在家也不出去工作，看什么都不顺眼，谁也不能说他的不是。我们现在整个家庭都不像家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段时间总是吵架，我心里也很难过。我觉得他一点也不体谅我的感受，我希望他能够给我足够的支持。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39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者；蒋女士35岁，来自湖南，兼职驻唱。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今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呀？今天主要是我妈想让我来。第一，她是特别喜欢赵老师和涂老师，你们2位，就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比如说喜欢我们这节目。然后加上就是说不想看我在家里不开心嘛。就想让我们来上这个节目，得到钟伟老师的一些意见。行，咱就说说吧，怎么了？最开始他和3、5个朋友要去开酒吧，本身当时我是第一个不同意的，我说你去冒这个险。他就是坚决不同意，就把钱全部拿走了。当时还得给我闹离婚。就是在投资上面，可能夫妻俩有分歧，是这意思吧？投资吧，我老婆这边她一直不同意但是在我个人的立场，因为我也是做这个经营圈的吧，当时我的那个身份，他就是一个操盘人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投资，谁能够保障所有的投资都是挣钱的？主持人，我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是说你要投资是可以的，但是咱们有一个家庭，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得余出一部分钱来维持这个家庭。多余的钱你再去拿去做生意都没问题。他不同意，行啊，亏了就亏了呀，但是得重新振作起来，对吧？他现在我跟你说，他每天在家就喝酒，对着个电脑。等一下啊，等于这次投资失败了。是这意思吗？是的，所有的积蓄也都折腾光了，是这意思吗？一无所有。他每天坐在家里就是电脑面前喝酒啊，然后创作，他所谓的创作，就这样。什么叫我所谓的创作？我那叫自我增值。你在学什么呀？研究一下音乐制作类的软件然后研究一下 A1和 PR 这一块，剪辑飞边软件，还有那个 C4D 3D 制作软件这一块。那你也得看一下你目前的那个生活状况呀，对不对？你整个家庭你得要顾呀。其实这个里面，我老婆说我有点颓废吧，其实也有那么一点，因为这2年确实除了投资失败没有钱之外也是有点雪上加霜。因为我父亲这个身体发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那次病危，在上海进行治疗，然后后面2年每年发一次脑溢血，2次都是严重病危，进了 ICU。这份压力比较大了，所以压力挺大的。家里房子也给卖掉了，真的是雪上加霜。您说的这个，他是不是更应该去上班，更应该积极一点面对生活，而不是消沉在家里？是，说的很有道理啊。道理吧是真有，但是呢，想从这个消极当中一下子站起来，我也不是那种完全消极的那种，对不对？我还在自学嘛，我始终觉得我自学没有错。那现在家里的这个收入靠谁呢？我们暂时都没有收入，然后我看他没有出去，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出去上班，反正孩子现在由我妈在管着。他不同意，他说我出去抛头露面。既然说到这一块，您说我这个不愿意让你出去，10几年前小年轻抛头露面，登台唱歌化个漂亮的妆，都是俊男靓女嘛，大家走出来都还是有人愿意看。但是现在你小孩子都9岁了，你跑出去，而且你老公在家里这个状态，别人只会觉得我在家里吃软饭。你认为你吃软饭了是吗？那你就出去啊！我没有说我不去工作啊。我可以来吃这个软饭行吗？时间啊！我在家里我可以来吃这个软饭，你同意吗？你们房子卖了以后，现在在哪儿住啊？跟我妈一起。关系好吗？说到这个吧，我跟您说吧，就我妈有时候刀子嘴豆腐心，说你们俩都年纪不小了，也该出去闯闯了。每次跟她说的时候，她直接不回应，回手把门一甩，晚上找我发脾气。我觉得你是我老婆，我当然只能跟你说，我没有理由去跟一个长辈争论，因为他们不了解我这个东西。但是她。
没有了，只是说亏得挺厉害。行，这个打击大吗？打击挺大的。那你觉得这次败到底是运气啊，还是能力？都有吧。哪个更大？可能自我检讨的时候，自我颓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成分大一点。等于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应该走出来一部分了吧？没有，他天天如此，然后喝多了酒在家，你知道干嘛吗？摔电脑、砸东西，摆各种脸色给人家看。我女儿都害怕。等于在有点借酒浇愁，是这意思吧？有点。那您这次来的诉求是什么诉求呢？就是我希望他出去工作，还是说我也要出去工作？我希望他出去工作，然后我也出去工作，我们俩可以一块儿。你出去做什么？我之前干嘛的我就可以干嘛。都已经结婚了，小孩子9岁了，难道还真的出去在那个花花绿绿世界里面唱唱跳跳吗？夫人的意思是，经济压力比较大，你感受到了吗？因为我本人没有这种很高的物质追求，我可以1个月甚至2、3个月不下楼的。可是老父亲等着用钱呀，闺女儿受教育需要用钱呀。他不着急。这个情况也是我有的时候偶尔那个喝酒发泄的原因之一。您说吧，我现在不去学，我现在这个年纪也慢慢大了，我能够挣到的钱还是那份钱，甚至可能当不了很多年轻人，所以我得要突围呀。已经停了2年了，你再这么停下去，人就会越来越消极，越来越颓废。所以你着急，对吧？是。你最害怕的是重新做呢，还是最害怕妻子出去工作呀？我最担心咱们这个家庭因为这些不理解而散掉。那你希望他怎么理解你呢？我只希望给我一点时间。这个时间是多长？这个我也不确定。20年吧，估计。不，你不用这么顶他嘛。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就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先生哈。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挺务实的、积极向上的那种，还是说就像现在这样比较消极啊？或者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挺积极性挺高的，就是说做一件事情绝对把它达到完美。那么依你对他的了解，这次投资对他的打击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吧，就是一个面子问题，钱也没了，在朋友面前话也说不起了，就这样。然后就干脆心想，如果现在重新要出去从头来过的话，从一个老板的身份变成一个去打工的，他可能就有这个阴影。妻子说的对吗？承认吧。你别那个态度嘛。他说的对吗？一半一半吧。但是现实变了，10年前就是2个带着梦的年轻人啊，现在2个人承担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重任。我不是替你开脱啊，怎么走？路在哪儿？到底应该先迈哪一步？我相信让他挺纠结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说起来好像东山再起很容易，对吧？其实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真的跌倒了就一辈子再爬不起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作为先生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支持和体系，让他能够重新走出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关键的，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好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2年了，你在家里像蜘蛛一样的挂在网上，你认为你是在自学，妻子认为你颓废，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其实兄弟，你即便到了社会上去四处碰壁，也比现在每天在家里面壁好。我能够理解，因为曾经的一个老板，因为投资失败，你最后感觉我没有脸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真的无路可走，但你突然想到还有自己这双脚的时候，我想可能就会有自信。但你妻子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刚才一上来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刺耳。我早就说了嘛，我当初就告诉你们这个事情不能做的，我当初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很多的家庭矛盾就是由此引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如何用自己的爱去鼓励他、激发他？你们现在需要的，真的就是你和妻子抱团取暖，一起再出发。我们人不要自己找借口，找借口会永远活在借口里。提升自己，你更多的到社会上去实践嘛。
好，谢谢薄红兄。来，珊娜老师。我小你们几岁，但是我非常理解你们两个人现在所处在的这个中年危机的状态当中。上面需要照顾生病老父亲，下面有9岁的孩子需要去抚养，非常难。先来说女士，我们女人有的时候会经常抱怨，觉得如果当初怎么样那就好了。可是如果当初他那个投资赚了钱呢？这是因为他亏了，所以你说我告诉你，你留下那部分钱留作家用。可是如果他那当初赚了钱，他这些全投出去的，是不是就比你留作家用的那一部分钱要赚得多？你话就不会这么说了。所以，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责备、不埋怨、不抱怨。你再抱怨，你只会让他更加的烦躁。他现在已经处于这种崩溃的边缘了，他开始用坐在家里面自我增值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现在中年危机带给他的所有的困境。你在一边陪伴一边埋怨他，所以那就会造成他这种逆反的心理啊！你越这样说我，你要出去工作嘛，对吧？你还要回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那你就瞧不起我呀！你再回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女儿9岁大，你在台上唱歌，下面那些男人在下面看着你，怎么想啊？那不是就是你男人养活不了你，然后让你出来抛头露面吗？这就是他的心理啊，因为他自卑啊，因为他害怕你离开他呀，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没有能力能拴住你了，所以他觉得你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他抗议，来证明他的无能。你要如果从这点去理解他，完全能想得通。接下来说男生，你说曾经他小鸟依人，哪个女人不是曾经小鸟依人？谁愿意变成今天的强势？不是一步一步被生活逼成了现状吗？他能理解你2年在家待着，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他2年被你担惊受怕？你说人活到老学到老，那您得先活着呀。现在靠什么而活呢？想过你9岁的女儿吗？她未来嫁人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你的女儿未来过这样的生活，你作为她的父亲你会怎么想？理解你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境，跨过这个坎儿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振作起来，你要别人去鼓励你，然后用这种自卑的心态去对待你周遭所有的人的话，对这些人都不公平。他们跟着你是为什么？妻子出去要工作是为什么？不是说因为瞧不起你，是为了为这个家分担。因为还有孩子要养，有父亲要赡养，未来说不定哪一天哪个老人又病了怎么办？你们怎么生活，对不对？所以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能够支撑起你们家的一些生活，不要再为了面子，为了什么而活，为了你最爱的人而活，这是最基本的，好吗？好，谢谢珊娜老师。来，于老师。其实这2年下来，2个人都很痛苦，甚至对于你来讲，我们毛头上实际上你更多，但是你的痛苦也是最多的。其实这些年就正因为是这些舆论的风向全部指向我，对了，才会导致于我有时候酗酒之类的东西。是的，我理解，不出去对你来讲是一个解决方案，至少比出去更舒服一点。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增值学习方式，这也是你的想法。我大概理解说，你可能是希望通过上网这个情况，给自己有一个好的过渡，让自己出去稍微的能够舒服一点。不过呢，我也有一种担心是什么呢？因为你必然是在网络上，外面的世界和网络上的感受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你永远不出去，不踏出那一个脚步的话，我们真的想做得好一点，可能会更遥远一些。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别在周边让熟悉的人看到你工作，稍微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稍微远一点的，这样的话呢，你也能够接受我作为一个这个年龄的人从头开始，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这样的过渡。那么另外一个呢，目前的这个情绪呢，不能寄托于酒这个层面上，是解决不了的。在家里待2年的人，一般来讲是容易看似好像你没做什么事情，但是容易用作的方式去拉低别人和自己平等，这样下去的话你永远出不来。包括老婆为什么找工作你不让出去，你怕配不上他，他跟别人走了，所以先到1万，最终你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你才从现在困境当中出来，谁也帮不了你。对你来讲现在是双输，曾经你自己经营的时候，
外人看你，老婆小小一人，现在呢，你钱上没了，别人瞧不起你，舆论指向你，老婆今天呢可能也会发一些脾气，突然发现你在人生的低谷，但只有你慢慢走上去，这个路途才会慢慢越来越好，没有别的任何的办法，就一步一步走，第一步先出去，做什么不重要，哪怕是今天我去透透风，了解了解市场行情，不要在家里待着，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谢谢于老师。大家好像很维护你的感受啊。你为什么要来？宠他嘛，宠他？怎么解释？一直都是他要求做什么事，我都愿意的。你都愿意？除了这件事要我出去做事这件事。问你说要多长时间才能振作，你说不知道，这可以理解。你说不想让他抛头露面是吧？作为男人我也可以理解。现在住在你家是吧？对，是的，跟我妈妈一起。交房租吗？是。交给你妈？我们是租的。你妈跟你们一家三口？对，没错。一起住在出租的房屋？是的。那这房租谁来付呢？房租还是归我们俩吧。孩子是你母亲在带？对，没错。你是女儿还是儿子？女儿。你除了出去做演出之外，你不能出去干点别的吗？也可以啊。就非抛头露面。我之前都跟他商量过，我说我可以。他这种工作为什么你不让他去做呢？这么说吧，涂老师啊，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咱们走过这10年的生活了，彼此真的是知根知底的。您说他可能会为了这个家庭，放下他以前喜欢的东西，去做一个他不喜欢做的事。如果事实上是呢？不行，这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你看啊，我就曾经我刚才开始说了，我说很多事情我们都能理解，我们今天很照顾你的感受，内心的自尊以及面对周围的眼光，暂时抬不起头来，站不起来，都可以理解。甚至你现在说我没有具体的期限，你说我哪天就能东山再起，振作起来，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他可以维护你的面子，不做你不喜欢的工作，他去做普通的工作，只为了让这一家4口能够活得下来。你不让他去做，为了男人的面子，这个我不可以理解。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当你在要求对方理解你的时候，而对方在为了生而活，你去阻止，我就不能理解。难道4个人吃饱，比你的面子比起来，你的面子还更重要？像你老公这种性格，你只软得到他，你硬不到他。他反反复复还是在强调一点：全世界都可以看不起我，你不能看不起。你既然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为人，你既然也想同舟共济，你应该做的是用生活中的细节，用孩子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用自己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间接的反映给他看。我们3个女人没有谁看不起你，我们还住在一间屋子里，我们还在一起活，谁也没有放弃谁，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谁。你不能说我给你下命令你要出去，你也不能信誓旦旦的跟他说我不是看不起你，说是没有用的。你要做的是要点燃他，你要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接受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而不要老是说我接受不了你。你老是说我接受不了你，大家都接受不了你，他就认为我就会废了。你得让他自己接受不了自己现在这种状态，这需要智慧，不是顶出来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好讨厌周围太吵了，我们很想静一静，对不对？是不是？是的。所以你想去静的地方，你想去哪个地方？你想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听得到小河流水的声音和鸟鸣声，对不对？对。但如果让你关在一个屋子里，连鸟鸣声和河流声什么都没有，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这人受不了了。他会静得发狂，他会觉得只剩下自己，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他受不了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不要聒噪，你不要发出声音。明白。你沉默，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不让你登上舞台，我就去坐网约车，我去摆小摊儿，摆夜市。当他看到此情此景，你和孩子的生活的艰难，他自己都受不了自己。
这才叫同舟共济。类似于那种我早就说怎么样，我早就说怎样，这种马后炮就不要再放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是见证你们患难与共的时候。谢谢老师。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特别能理解他现在的这个处境，但是理解归理解啊，就是有一点也想不明白，就是你不怕你闺女饿死吗？这是我想不明白。暂时没有想过。你得想，其实你放大了你自己的影响力了，知道吗？也就是头1、2天酒吧刚倒的时候，人就会说，2年过去没人再说你了，你差不多都快被那个圈子忘了，所以那个脸要不要的都无所谓了。我说的是实话，你得赶紧回去。你现在不回去，你以后想回去回都回不去。而所谓的那个自我增值，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个谎言。你学的那些东西，你再学，比我们现在学这些软件的小朋友，你差了远了去了。你这不是增值，你这叫自我毁灭。因为你人近中年的时候，你选择了一个最基础的要靠年轻人的首脑反应作为创作主要工具的这么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就是在找死，因为这不是你的强项。我听了一下你学的那些软件，我们现在小朋友玩得好得很，你追不上他们。说白了就是在躲嘛，咱别躲了。你要真觉得自己有那么大能力的话，我觉得相信你能起来。人在心理上被摧毁的时候，特别可怕，是吧，于老师？谢谢。今天回家以后就随他去吧。就是这么一个中年男人，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他会做自己的选择。今天好像丈母娘也来了，你有话要说吗？对吧？我们不让丈母娘说什么，其实就够了，因为默默的支持，没有离开，我觉得你就应该自己醒悟了吧。就是今天节目录完以后，到此为止，这个家庭应该回到他的正常的生活里去了。他的生活就是应该像正常的家庭一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是什么，你们夫妻自己商量。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平时在家里就怎么不善言辞，那今天来到这里，我是衷心的希望呢，接下来的这个生活道路上，依然有你的支持和陪伴。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老师给了所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各自反省，都好自为之吧。希望在接下来的生活道路上，还是有你的陪伴。但是这个需要很大的容忍力和理解。我希望你回到当年一样，能够支持我。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请开箱。妻子放的是一页纸，是个简谱是吧？这个是什么呀？他写的歌还是什么？那个是他之前写的歌啊。我今天把它带过来，主要是因为觉得他写的那些东西啊，打个比方什么错呀，相爱容易相守难，我都感觉是在写我们，就特别的负能量。我希望他以后积极面对生活，然后走出这个阴影。哎，你怎么时时刻刻不忘踩他2脚？老师们不是说了吗？咱不说，咱看他啊。你带的是什么呀？牛奶。啥意思啊？我记得最初的时候，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应酬也不少吧。我每次出门，他都会给我热上一杯牛奶。虽然我很讨厌喝牛奶，但是我都会忍着把它喝下去。谢谢2位，请回吧。请关门哈，请开门。呀，几个意思啊？来，有话说吗？
没有。啊，吓唬的啊。是这么一回事。刚刚那个我是想钻出来的，但是我一直处在那个犹豫之间。啊。其实还挺爱他的吧。给你预演一下，再这样下去，真的就没了。来吧，站在一起吧。哎，你那一瞬间是不是崩溃了，兄弟？有点。所以你抓紧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这当妈的还是丈母娘还乐呵呵的看着啊。他们在一起挺高兴的是吧？女儿没出来的时候，心都凉了一大半，真的是。所以你觉得你女婿有力量再站起来吗？出来就好吧，让他们以后的生活，幸福美满吧。哎，好，谢谢。哎，你这岳母多挺你啊！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难亮灯吧。就一个建议，你再在家里待着，你想回都回不去。